导演，我是男的，你让我演侍卫、太监、路人甲都行。为什么非让我演宫女？你懂什么？今天群演少一个宫女，你这张脸不上镜头，简直浪费资源。就一场戏，端盘子，从皇上身后走过去，不用说话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今日竟沦落到给皇上端果盘。别说，你女装真挺漂亮。以后要是混不下去，可以考虑走反转路线。姐，求你别给我开新怪道。宫女群演准备进场。不是吧？这剧组连门都是违法。这布置这么真实吗？新来的，等等，我不是。宫里第1条规矩，不许顶嘴。不是，我真不是你。第2条规矩，不许废话。长得倒是漂亮，就是脑子像刚撞过墙。新来的都这样，过2天就老实了。完了，我好像真穿了，而且还是穿着女装穿的。青瓷，对吧？你今日起去昭华宫伺候秦贵妃。秦贵妃人好吗？上一个问这话的已经去洗公桶了。我申请换岗位，我可以扫地、刷碗、看大门。昭华宫缺人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再有宫女敢惹本宫，本宫把她拖出去杖毙。现在承认我是男的，还来？你就是新来的？奴婢青瓷，见过贵妃娘娘。长得倒顺眼，可本宫不缺漂亮废物。娘娘，越是漂亮的，越容易笨手笨脚，可别又把您的biểu里感打碎了。好家伙，刚穿越就遇到职场霸凌。本宫今日心烦，你若哄不好本宫，便去外头跪到天黑。娘娘，奴婢斗胆问一句，您为何心烦？皇上3个月没来昭华宫，淑妃日日装清高，太后又嫌本宫脾气大。你说本宫为何心烦？娘娘，这不是心烦，这是缺少娱乐活动。奴婢有一法，保准娘娘玩了之后，今晚不想砸东西，只想摸牌。这东西叫麻将。回娘娘，4人一桌，斗智斗勇，赢了开心，输了更想再来一把，非常适合调理心情。娘娘何等尊贵，怎会玩这种下人把戏？柳莹姐姐不懂，这叫宫廷策略推演。说的有点意思。开始。再来！娘娘，你已经玩了6局了。6局怎么了？本宫今日不胡一把，谁都别想睡。活下来了，感谢传统不易娱乐。胡了，本宫胡了！恭喜娘娘，青瓷赏你了，以后你就留在本宫身边，专管这个麻将。谢娘娘赏。一个新来的小宫女，也配踩到我头上？青瓷，你给我等！哼，本宫今日手气不错。青瓷，你不许放水。娘娘放心，奴婢一向公平公正。贵妃姐姐好兴致，后宫议事不去，却在宫里玩木牌，
淑妃妹妹在自己宫里读书装清白，来本宫这里做什么？听闻姐姐近日不砸东西了，本宫好奇究竟是什么法子镇住了姐姐。别看我，我只是一个无辜女装打工人。你就是青瓷？奴婢见过淑妃娘娘，听说麻将是你弄出来的，只是消遣小法，不值一提。不过如此。运气大于谋略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你说本宫玩的东西难登大雅之堂？两位娘娘若觉得麻将不够斗智，奴婢这里还有一个更适合淑妃娘娘的玩法。哦，此法名为斗地主。3人一局，1人为地主，2人为农民。看似牌局，实则考验技艺、算计、联盟与背刺，有点意思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这个清高脑子有多会算。你怎么知道本宫手里胜对2？你上一轮没出，眼神却看了青楚一眼，说明你手里有大牌，又怕压错，不难猜。再来！完了，这位不是来玩牌的，这是来打心理战的。青瓷，你这脑子不像普通宫女。娘娘谬猜，奴婢只是从前在乡下看人打牌看得多。你乡下人还懂联盟与背刺？乡下人情复杂，曾衙娥都能斗出36级。这丫头嘴倒是贫。明日来本宫宫里，本宫要再玩这个斗地主。他是本宫的人。牌局之上，能者共享。救命！我怎么还成后宫共享资源了？娘娘，你已经3日没好好进食了，这药必须喝。本宫实在喝不下。娘娘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怎么撑得住？贤妃姐姐，我给你带救星来了。昭仪娘娘，您走慢点，奴婢还没学会宫里疾跑。你就是青瓷，贵妃和淑妃近日都在夸你。奴婢只是会些小玩意儿，担不起夸。不，你担得起。你能让贵妃不砸东西，能让淑妃不骂人，你肯定也能让贤妃姐姐吃饭。娘娘不是不想吃，是这宫里饭菜太寡淡，药又太苦，越吃越没胃口。药膳讲究温补清淡，清淡没错，但清淡到人活着都没盼头，也不合适。那你有什么法子？奴婢想借娘娘的小厨房一用。这是什么啊？怎么闻着这么香？火锅，贤妃娘娘身子弱，不能吃辣，今日做清汤养生锅。娘娘可是不合胃口。不是，本宫已经很久没觉得饭菜是香的了。吃了，贤妃姐姐吃了。娘娘慢些，少食多餐，这锅还能加些山药和青菜，既养胃又不腻。青瓷，你真是个妙人。娘娘过奖。既然贤妃姐姐能吃，那我也尝尝。我替姐姐试毒。昭仪娘娘，您刚才已经试了3碗了。毒这东西，万一第4碗才有呢？停！陛下，这后宫里谁在煮饭，竟比御膳房还香。把毛肚放下。娘娘，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你看到不代表你拥有，按牌局规矩，这叫站牌不出，容易被围攻。淑妃姐姐，你吃火锅还讲兵法？少废话，青瓷，你来判，这盘毛肚归谁？穿越第5天，我从宫女变成麻将导师、斗地主裁判、火锅店掌柜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在后宫开连锁。诸位娘娘，毛肚讲究7上8下，抢来抢去容易老。不如奴婢再切一盘，人人都有。青瓷，你真是后宫第一善人。他是本宫的人，人才不可私藏。青瓷既能让大家坐下来好好吃饭，便是后宫的福气。
娘娘们言重了，奴婢只想安安稳稳活着。有本宫在，谁敢动你？若有人害你，本宫替你算死他。本宫也会护着你。我可以替你吃掉他的饭。陛下，要通传吗？不必。朕倒是许久没见后宫如此安静了。里面好像挺热闹。热闹，却没吵出人命，这更稀奇。她叫什么？回陛下，好像叫青瓷，是前几日新调入昭华宫的小宫女。青瓷。奇怪，怎么有种被老板盯上的感觉？查一查他的来历。陛下是觉得他有问题？能让贵妃不砸东西，淑妃不算计，贤妃肯吃饭，朝语少说两句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没问题？贵妃护你，淑妃护你，贤妃护你，现在连皇上都注意到你。青瓷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藏多久。青瓷，娘娘还有吩咐。本宫睡不着，你留下陪本宫说说话。完了，夜谈这种高危剧情，通常离掉马只有半步。娘娘，奴婢睡相极差，磨牙、说梦话，还踢人，奴婢怕惊扰娘娘凤体。那你睡脚踏，离本宫3尺远，敢踢到本宫，本宫就让你明日只许摸麻将牌。这惩罚比杖责还狠。娘娘，青瓷刚进宫，规矩还不熟，夜里留在寝殿，恐怕不合适吧？本宫的寝户，本宫说合适便合适，你退下。青瓷，你说本宫是不是很讨人嫌？他们都说本宫脾气差、跋扈，仗着将门出身不知收敛。可本宫入宫前是能骑马射箭的人，入宫后日日困在这4方宫墙里，只能争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来看本宫。本宫不砸东西，又能砸什么？娘娘不是脾气差，娘娘是被关久了，心里没有出口。出口？从前留给娘娘自己能掌控的东西是弓马刀枪，如今只剩等皇上翻牌子，自然憋屈。不如以后娘娘练练骑射，管管宫中女卫，打打麻将牌，手里有事，心里就不空了。青瓷，你比皇上还懂本宫。娘娘慎言，这话要是让皇上听见，奴婢明日就能改名叫清明了。导演，我真不演宫女了。不对，青瓷的声音怎么像个男人？青瓷妹妹昨夜伺候娘娘辛苦了，这衣裳是上衣局新送来的，妹妹试试吧。不用了，奴婢觉得现在这身挺好，朴素耐脏，还显得人正直。宫中女官哪有不换衣量身的？莫非妹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？哎呀，昨夜没睡好，头晕。柳英姐姐若非要我试，我现在就晕给你看。青瓷姑娘脸色确实不好，还是先歇歇吧。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这是束身用的。青瓷是男的？不行，不能由我直接揭穿。贵妃娘娘昨夜留过他，淑妃、贤妃也日日和他同处，太后马上还要召见他。这事若从我嘴里说出来，
娘娘们为了保命，头一个杀的就是我，那就让她自己露馅，到时候谁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嬷嬷，太后汤泉宫随侍的人，奴婢建议添上青瓷，她最会讨主子欢心了。汤泉宫泡汤，那个汤泉，太后娘娘召你随侍，是天大的恩典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奴婢是感动的腿有点想疼。妹妹怕什么？太后娘娘最慈祥了，说不定还会赏你一道铜玉。我现在自首还算宽大处理吗？不礼貌！少废话，进去。你就是青瓷？奴婢青瓷，见过太后娘娘。听说你会麻将，会火锅，还能让贵妃不砸东西。回太后，奴婢只是略懂一些让人活得开心的小法子。这宫里懂规矩的人太多，懂开心的人倒少。过来，给哀家说说，你那养生火锅为何能让贤妃进食？太后娘娘，奴婢体寒怕水，近来还皮肤不适。不如奴婢隔着屏风给您讲。你这丫头倒娇气，罢了，就隔屏说吧。太后娘娘，养生讲究一个情绪稳定，饭吃不下，有时候不是胃的问题，是心里不饿，是太久没人陪她好好吃一顿热乎饭。你倒像个小大夫。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觉得人活着不能只有规矩，也得有点热气。以后常来陪哀家说话。完了，后宫客户又增加一个。不是吧？这屏风怎么比我还想掉麻？你方才说人要有热气，哀家这宫里是冷清太久了。冷清可以慢慢治，掉麻可是1秒治死我。倒，只要倒下去，你就完了。太后娘娘，奴婢怕水，头晕。青瓷晕了！快扶她起来！好端端的屏风为何会倒？太后娘娘，绳子像是被人割过。太后娘娘，奴婢冤枉，奴婢只是担心青瓷妹妹伺候不周，才在外候着。担心她伺候不周，便割断屏风绳。哀家看你担心的是青瓷过得太好。奴婢没有，奴婢只是看那绳子有些磨损，想检查一下。太后明鉴，奴婢真的没有。带下去，好好问清楚。青瓷，你没事吧？动太后屏风，轻则谋害进士，重则惊扰太后。柳英，你胆子不小。青瓷怕水，险些被你害出病来。我就说他看青瓷不顺眼。上次火锅他还偷偷多夹了肉。姐妹们，虽然你们护我，我很感动，但昭仪娘娘，火锅的仇能不能先放一放？柳英心术不正，谋害进士，拖下去，杖责50，发入冷宫杂役。不，太后娘娘，您不能罚我，奴婢是为了救您，青瓷根本不是宫女。你方才说什么？青瓷不是宫女，她是假的，她根本没有宫女入宫验身记录。柳英，你为了脱罪，竟敢攀咬青瓷！娘娘还护着她，您昨夜还把她留在寝殿夜谈，您知不知道，她若真有问题，您也脱不了干系。继续说。奴婢在她房中发现书身白布，还发现她藏着几罐男装画像。她声音低沉，睡梦里还说自己不是宫女。这样怎么圆？
说我嗓子天生中低音，说束身是为了练核心，说照片是祖传小人话。完了，青瓷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他心虚了，太后娘娘验一验便知，只要让嬷嬷查验，她是不是宫女，立刻分明。谁敢动他？事情未明，贸然查验，只会坏了太后与后宫清誉。青瓷救过臣妾，臣妾不信他是恶人。我也不信，他要是坏人，早就把火锅方子藏起来自己吃了。朕在外面听见了，谁说青瓷不是宫女？陛下明鉴，青瓷身份有假，他很可能是男人。这回真砍头了，这回真没命了。荒唐！青瓷是朕安排入后宫的人。您什么时候安排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后宫近来纷争不断，朕特意命青瓷暗中观察公务，他的来历朕自然清楚。谁敢擅自查他，便是诬太后清誉，乱后宫纲制。不可能！来人，柳英构陷御前密使，拖下去。陛下，他真的是男的，他真的是男的。青瓷，你随朕来。完了，欺君、乱宫、男扮女装混后宫，这3个罪名凑一起，够我全家诛10族。可我现在连户口本都没带，诛谁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皇上，我坦白，我叫顾青瓷，确实是男的，但我真不是刺客，也不是奸细，更不是故意混进后宫的。继续。我原本在拍戏，就是一种表演给很多人看的活儿，因为长得比较不够阳刚，被导演安排穿宫女衣服，结果一道门塌了，我醒来就在宫里。我也想解释，可上宫嬷嬷根本不给我说完的机会，直接把我塞到贵妃宫里了。你是说你不是大圣人？不是，所以我才会麻将、斗地主、火锅这些东西。我们那边不行宫斗，兴团建。团建就是把一群互相看不顺眼的人凑在一起，让他们表面快乐，内心崩溃，和后宫差不多。他笑了，皇上笑了，是不是代表不砍我了？你可知，若朕现在把你的身份公之于众，会发生什么？我会死。不止你，贵妃昨夜留你夜谈，淑妃多次召你助攻，贤妃与你同席用膳，昭仪日日与你混在一处，太后今日又让你入汤泉宫，此事若传出去，后宫清誉尽毁。所以皇上刚才才说我是您安排的密探。这是眼下最稳的说法。皇上不杀我。你若真是刺客，后宫早乱了。可你进宫数日，贵妃少砸了67件东西，淑妃少告了3回状，贤妃多吃了2碗饭，太后今日还笑了。朕杀你，后宫恐怕又要乱回去。合着我现在是后宫稳定器？稳定器？就是非常重要的公务工具人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身份是朕安排入后宫的暗线，你继续留在后宫，替朕看着那些人，也替朕稳住他们。皇上，您这是帮我圆谎，还是把我往火坑里推？两者皆有。不过朕有一事不明，你既是男子，为何女装如此熟练？皇上，这个问题比欺君还伤人。太后娘娘，奴婢句句属实，青瓷真有问题，她不是普通宫女。皇帝，昨日你说青瓷是你安排的人，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后宫近日纷争不断，朕不便清查，才让青瓷暗中观察。贵妃宫中物件损耗，淑妃宫中账乐往来，贤妃膳食问题，皆是青瓷上报给朕。我什么时候上报了？皇上这谎编的比我即兴表演还丝滑。你们到底是关心我，还是关心你们的娱乐项目？原来青瓷是皇上的人，怪不得他如此机灵。那斗地主
也是陛下安排的。算是。皇上真厉害，连火锅都安排得出来。青瓷若是皇帝安排的人，你却故意割断屏风，惊辱汤泉宫，还口口声声污蔑他身份。奴婢不是，奴婢真的是。你说青瓷身份有假，可有实证？有束身白布，还有奇怪画像。他会信吗？密探之物，也配你搜？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柳英嫉恨同宫，私闯居所，窥探御前暗线，割断屏风，惊扰汤泉，杖责30，发入冷宫杂役。若再敢胡言乱语，拔舌！太后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救我！奴婢伺候您多年啊！你若只是嫉妒青瓷，本宫还能罚你一顿。可你拿本宫、太后和整个后宫做赌注，柳英，你太蠢也太毒。你骗得过今日，骗不过一世，我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你是谁。青瓷，奴婢在。今日受惊，赏你3日休息。3日？那本宫的麻将怎么办？本宫的斗地主也无人陪了。让青瓷歇半日便好，3日太久了。你们到底是关心我，还是关心你们的娱乐项目？有人托奴才给您的。顾青瓷，这30丈的仇，定要你100倍偿还。皇上，您不是说赏我3日休息吗？御书房比后宫清醒，算休息。我们那边管这个叫加班。何谓加班？就是老板觉得你还活着，就还能继续干。那朕这个老板待你如何？圣明仁厚，体恤下属，是天下老板楷模。说人话。还行，至少没砍我。看看，后宫采买年年增加，各宫却仍旧抱怨短缺，你觉得问题在哪儿？宫里没有预算制，也没有部门分工，各宫采买重复，膳房、药房、布匹、炭火全都各走各的账，中间随便一层人伸手，就能多出一笔损耗。你能看懂账？看不太懂古代账，但我看得懂领导不管流程混乱，中层吃回扣。那若让你管，你如何管？先做3件事：第一，各宫每月固定预算，超支要说明理由；第二，采买统一登记，不许重复报销；第三，把妃嫔们的精力分出去。分出去？贵妃会管人，可以让她管宫中女卫训练；淑妃精于算计，管账；贤妃懂药涮，管后宫食疗；昭仪人缘好，管各宫活动；太后坐镇总揽，大家都有事儿干，就没空天天争风吃醋。你把朕的后宫当衙门了。皇上，后宫本来就是大型职场，只不过大家没有 KPI， 所以都在内耗。KPI 又是什么？就是让人一边痛苦一边有事做的神奇制度。青瓷，你若真是女子，朕倒真想封你做掌握女官。幸好我不是。未必幸好。这皇上怎么说话越来越危险了？太后娘娘，皇上似乎很看重青瓷姑娘。麻将日、火锅日、养生茶会、女卫操练、账务公事。青瓷啊，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回太后，奴婢只是喜欢瞎琢磨。
哀家这些年见过太多宫女，有的会奉承，有的会争宠，有的会算计。像你这样能让整座后宫都少些怨气的，还是头一个。太后娘娘谬赞，哀家想认你做义女。怎么，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是奴婢命薄、福薄，身份低微，实在担不起太后义女之名。救命！混一个男的，先混成宫女，又差点成太后干女儿，这剧情已经不是离谱，是离家出走。你倒是谨慎。太后娘娘，青瓷姑娘如今身份特殊，又是皇上安排的人，认义女恐怕确实惹人眼红，不如先给个正式女官名分，也好方便她替娘娘和皇上办事。有理，那便封你做御前掌乐女官，专管后宫消遣、公务调和、嫔妃闲事。太后娘娘，嫔妃闲事也算官职范围吗？哀家说算便算。太后动作倒快，皇上能退吗？怕了？怕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挂上金铃铛的猫，响是挺响，狗也全听见了。那就学会让狗不敢咬你。青瓷，后宫不是你想躲便能躲开的地方。你若只是小宫女，谁都能踩你。你有了名分，反倒安全些。皇上是想护我？朕只是觉得你暂时还有用。很好，一点暧昧都没有，全是职场压榨。听说了吗？青瓷被太后封女官了。她才进宫几天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女官，我看你能风光到几时？从今日起，后宫进入新阶段。贵妃娘娘负责女位猜练与应急处置，淑妃娘娘负责账务审核，贤妃娘娘负责药膳调养，昭仪娘娘负责膳房创新和宫中活动。那我能不能负责每日试吃？可以，但试吃要写反馈。吃饭还要写字，竟然你变了！本宫终于不用天天坐着等皇上了，本宫能练人。娘娘天生将门风骨，后宫女位交给您最合适。有眼光。后宫炭火采买多报3成，药材损耗多报2成，这账确实该查。若能按体质分药膳，各宫姐妹也能少病些。很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宫斗转型公务管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好，哀家这后宫许久未见如此精神的场面了。青瓷，明日本宫要加炼一炷香。青瓷，账册格式要改。青瓷，奶茶能不能加珍珠？娘娘们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不是千手观音。陛下，后宫近日确实安稳了许多，连内务府都说各宫打赏和赔损少了一大半。她倒真有本事。陛下，是青瓷姑娘。完了，皇上又用那种我知道你秘密的眼神看我，再看下去，我迟早心梗。有人想请太医帮个忙，替御前掌乐女官青瓷诊一诊脉。青瓷女官，请留步。太
太医大人有事。太后娘娘听闻青瓷女官昨日受惊，特命下官来请平安脉。太后娘娘恩典，奴婢感激。只是奴婢从小怕诊脉，一被人摸脉就心跳加快，容易影响判断。无妨，下官医术尚可。青瓷说不愿意，你没听见？贵妃娘娘，这是太后懿旨。太后懿旨是关心青瓷，不是让你逼她。若只是请平安脉，本宫替青瓷担保，她昨日确实只是受惊。对，她今天还能骂我奶茶喝多了，身子好得很。昭仪娘娘，您这个证明方式很有您的风格。参见皇上。谁让你来的？回陛下，是太后宫中传话。朕昨日已命御前医官看过青瓷，他无碍。您什么时候命人看过我？皇上，您张口就来这本事，真的很适合当编剧。倒是你，一个太医院新人，绕过御前医官，直接来诊御前女官，谁教你的规矩？陛下恕罪，下官只是奉命办事。奉谁的命？去内侍司慢慢说。皇上，冤枉啊！我是被冤枉的。怕成这样？皇上，奴婢这叫谨慎求生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脉只许朕指定的人看。这话听着像保护，怎么又有点吓人？皇上果然在护他。好，既然宫里没人敢查，那我就把消息送到宫外去。皇上，您叫奴婢来，不会又是休息吧？国舅沈怀张用又催朕立后。立后这种国家大事，奴婢不配发表意见。朕准你说。这不是催立后，这是逼皇上把后宫交给国舅府。说下去。国舅举荐的是沈家侄女沈明珠，若她成后，后宫采买、宫人升迁、太后身边侍奉，全都会落到沈家人手上。到时候皇上立的是皇后，国舅拿到的是半座后宫。若不立她，如何挡？先把后宫管起来，后宫越乱，朝臣越有理由逼皇上立一个正经皇后。所以，朕要你破这个局。皇上，奴婢只是一个女官。你真是女官？认命吧。那奴婢斗胆提个方案，后宫要从3个方向改：第一，账目透明；第二，人员定责；第三，情绪疏导。情绪疏导？皇上，妃嫔们天天困在宫里，不争宠就没存在感，人一闲就容易搞事。给他们分工，给他们权责，再给他们活动，他们就会把精力用在正事上。你倒很懂后宫。不瞒皇上，奴婢以前也在很可怕的地方待过。哪里？剧组，那里也是人多事杂，钱乱脾气大，还经常有人抢镜头，和后宫差不多。好，朕给你3日，3日后朕要看到后宫新规。皇上，3日也太急了。你不是会团建？团建也不能治国啊。那便先治后宫。万恶的封建资本家！青瓷姑娘，那位便是国舅沈怀昌。你就是那个让皇上频频召见的小女官？绩效？这是什么刑罚？不是刑罚，就是让大家做事有目标，做完有奖励，做不好有改进方向。听着像吏部考核。差不多，只不过咱们后宫版更温柔。奖励是什么？能奖励火锅吗？可以。本月公务最佳者，
奖励火锅1桌，奶茶3壶，麻将优先做庄权。本宫要坐庄，凭本事。第1项，女卫村练由贵妃娘娘负责，本宫喜欢。第2项，后宫账务由淑妃娘娘负责。本宫也想看看谁在后宫账里藏了什么。第3项，要画眼10条，娴妃娘娘负责。若能少些病痛也是好事。第4项，膳房创新和茶会活动由昭仪娘娘负责。我负责吃，不，创新。第5项，太后总揽。贵妃娘娘，女卫训练别练到拆墙。淑妃娘娘，查账可以，别把太监吓晕。昭仪娘娘，珍珠不是石子，您别拿御花园鹅卵石试。朕来了，他们竟没人发现。陛下，贵妃娘娘在训女卫，淑妃娘娘在查账，娴妃娘娘在熬药院，昭仪娘娘在煮珍珠。朕的后宫倒真被他管成了衙门。皇上，后宫绩效制试行第1日，暂时没炸。暂时？管理这东西，能不炸就是成功。藏什么呢？皇上，这是试行3日的情况。内务府克扣炭火7处，药材虚报3处，膳房采买重复报账11处。淑妃娘娘已经把账扣下了，贵妃娘娘也把闹事的2个太监按住了。3日查出这么多，皇上，这还只是他们愿意让我看到的，水深着呢。你怕水深？怕，但我更怕哪天掉进去没人捞。若有人愿意捞你，皇上，您这话听着像要给我画饼。太后今日又催朕立后，国舅也递了折子。青瓷，你说朕该立谁？这种送命题，奴婢不答。朕恕你无罪。皇上，上一个说恕我无罪的领导，后来让我背锅背到辞职。领导？就是另一种皇上。朕若立你为后，如何？皇上，您冷静，您知道我是男的。知道。知道您还说，所以才问你。皇上，正常皇帝不会立一个男扮女装混进后宫的人为后，这不是立后，这是给史官送素材。满宫的人都想做皇后，只有你听见立后像听见砍头。因为对我来说差不多。朕若立世家女，后宫便落入世家；朕若一直不立后，朝臣便日日逼迫。可你不属于任何一方，你稳住了后宫，也看得懂局。青瓷，你比那些想做后卫的人更适合做那个位置。皇上，您这是直谋分析，不是求婚吧？求婚？完了，我又把现代词说漏了。朕只是随口一问，你怕什么？皇上，您随口一问，奴婢差点随地去世。国舅爷，皇上今日又单独召见了青瓷。查，一个小女官，不该让皇上护成。国舅府的人想见你。国舅府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宫里没人敢动青瓷，宫外有人敢。你说青瓷身份有假？不是有假，他根本就是男人。证据呢？这东西不是宫中之物，还有他没有入宫验身记录，太医诊脉被皇上拦了。
皇上越护他，就越说明有鬼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青瓷死，我要他被所有人踩在脚底下，我要贵妃、淑妃、贤妃、太后全都知道他们护的是个男人。柳英所言若真，便是天大把柄。皇上明知青瓷是男子，却放他入后宫，太后、妃嫔皆与其亲近。此事揭开，后宫清誉尽毁，皇上这些日子拒不立后，原来是被这么个东西绊住了。舅舅，一个男扮女装的贱奴，也配和我争后位？不要轻敌，皇上护他，说明他有用；太后和妃嫔护他，说明他会笼络人心。这样的人，比普通宫女麻烦得多。那就让我入宫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藏多久。明日我便请太后召你入宫，切记不要急着揭穿，先逼他犯错，等玄后大典，当着满朝命妇、百官宗亲的面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顾青瓷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太后，国舅府的明珠小姐想入宫陪您小住几日。也好，皇帝迟迟不立后，哀家也该看看这些世家姑娘了。怎么回事？有种心腹本要开的感觉。臣沈怀章拜见太后娘娘。明珠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多年未见，明珠倒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。明珠在家中常念着太后娘娘，听闻娘娘近日身子不爽，非要入宫侍奉几日。国教府的人，心腹本果然开了。这位便是近日后宫里最得宠的青瓷女官，长得倒是好，难怪能哄得太后娘娘和各位娘娘欢心。太后娘娘，这是今日的山楂陈皮茶，健脾开胃，少放了糖。还是你贴心。奴婢青瓷见过明珠小姐。青瓷女官年纪轻轻，倒颇得胜券，不知从前师曾何处，家中又是哪里人？奴婢出身微贱，乡野之人，入不得国舅爷耳。乡野之人竟懂公务账册、药膳牌局，倒是奇才。穷人家孩子早当家，什么都得会一点，不然活不下去。唉，这孩子也是苦命。青瓷女官留步。明珠小姐有何吩咐？宫里都说你聪明，可我瞧着你不像宫女。明珠小姐说笑了。真正的宫女走路不会这样，你脚步太稳，肩背太直，还有你行礼时手指下意识握拳，这些都不像女子习惯。这女的观察力这么强，完了是高端局。奴婢从前在乡下干粗活，习惯了，乡下女子没明珠小姐那般金贵。你是在讽刺我？奴婢不只是提醒小姐，宫里风大，说话容易闪着舌头。顾青瓷，你最好真是个宫女，不然你现在站得安稳，摔下来时就很难看。多谢小姐提醒，奴婢会扶稳自己的。柳英证词已备，下一步逼青瓷换礼服。那就从礼仪开始。本宫觉得不对劲，娘娘是说牌不对劲？不是牌，是皇上，确实不对劲儿。皇上近日召青瓷去御书房的次数，比召我们所有人都多。我懂了，皇上是不是喜欢青瓷？昭仪娘娘，话不能乱说，皇上那是召奴婢办差。办什么差？办到你一看见皇上就像老鼠见了猫？娘娘，这不叫老鼠见了猫，这叫打工人见了老板。总之，皇上对奴婢没有那种心思。可皇上看你的眼神和看账册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账册不会女装混后宫。青瓷，你自己呢？你怕皇上，还是信皇上？若朕立你为后呢？都怕，也都信一点。不是那种信，是职场信任。他们今日议论朕了。皇上，您在后宫装监控了吗？什么控？奴婢是说，皇上英明，料事如神。他们说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讨论皇上近日是否过于关心奴婢。那你如何回答？奴婢说，皇上只是觉得奴婢有用。那若朕不只是觉得你有用呢？皇上，夜深了，人一到晚上就容易胡思乱想，建议你早睡。顾青瓷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皇上，是您给的。那朕便再给你一点胆子，明日起你任斩宫令，后宫诸事皆可先行处置，再报朕知。长宫令，皇上，这官听着很容易被人暗杀。怕也得接，国舅府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若没有更高的权力，
他们迟早会伸手把你拖下去。皇上在护我，在用我，都有。我只是想活命，怎么越活职称越高了？青瓷大人年少有为，真是后宫之福。只是内务府账务繁杂，怕大人一时不明白。没关系，看不明白我就让淑妃娘娘一页一页看，算不清楚我就请皇上派户部的人来算，谁敢藏账，我就让贵妃娘娘带女卫来搬箱子。后宫用的是皇上的银子，不是国舅爷的脸。从今日起，内务府所有采买分3类：日用、药膳、赏赐，每一步都要写明去向、经手人、单价和损耗，不能只写惯例。宫里向来如此，恐怕下面人不适应。不适应可以换人，后宫人多，总有人适应。说的是，若查得太细，恐怕会伤到国舅爷面子。香料价格虚高4倍，丝绸损耗30%，药材里混了大量低等替品，这不是贪，这是把后宫当钱袋子割。难怪本宫的女卫东医年年说不够。我宫里的养生药材恐怕也被调换过。所以我以前喝的燕窝可能不是燕窝，可能是燕窝味的智商税，太过分了！各位娘娘，接下来奴婢要查国舅府，这事会得罪人，奴婢不想牵连你们。你替本宫查东医前，本宫还怕得罪人。若药材真被换过，这不是银钱小事。虽然这群姐姐关注点有点跑偏，但她们真护我。国舅爷，青瓷已经查到采买账了。那就让他查，查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这里，去年东医采买1000套，实发600套，剩下400套即为损耗。东医还能损耗400套，他们自己长腿跑了吗？让等参片入账30斤，贤妃宫里拿到的却都是碎参，中间差价进了国舅府名下的济安药行。淑妃娘娘，青瓷大人，这都是下头人办事不仔细，奴才马上去查。不用马上，已经查完了。这些是从你私库里搜的，你是自己说，还是贵妃娘娘拿鞭子来听你说？冤枉奴才奉命行事，这些采买都是国舅府安排的，奴才不敢不收啊！国舅府这些年从后宫采买里抽走至少20万两，这只是能查到的，若算上药材替换、布匹损耗、膳房虚报，数额只会更高。后宫不是被贪了银子，这些账牵着工人采买，国舅府不是在做生意。你继续查，继续查，国舅会杀我吗？会。谢谢皇上诚实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所以朕会让人护着你。能直接让人替我查吗？不能。他们信你，后宫也只认你这把刀。我原来只是个端托盘的宫女，现在怎么成刀了？因为你锋利。陛下，臣妾还在。朕知道他想查账，那就让明珠入宫，告诉他皇后位该争。明珠小姐端庄识礼，太后娘娘喜欢的紧。若日后能常伴皇上身侧，也是后宫之福。青瓷女官，你说呢？明珠小姐出身高贵，仪态端方，自然很好。既然知道，那便该明白后宫的规矩。女官再得宠，也只是女官，不该站到未来皇后的前面。明珠小姐放心，奴婢对后位无兴趣。有没有兴趣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皇上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就妨碍了别人的路。这牌子，你能拿得住吗？拿不拿得住，是皇上说算，不是小姐说算。各位娘娘倒是清闲。后宫不修礼仪，天天饮茶玩牌，难怪外头都说青瓷女官把后宫带坏。你说谁？明珠小姐刚入宫，倒很会管事。青瓷不过让大家少些病痛，多些和气。顾青瓷，你敢不敢与我比一场？3日后太后设女宴，我比礼仪诗书女红宫规。你若输了，便主动交出长宫令，离开皇上身边。礼仪诗书女红宫规，完了，我一个男的会打麻将，会煮火锅，但我不会绣花啊！怎么不敢？比就比，不过奴婢有一个条件，不如加一项后宫实务。谁能让后宫少花银子、少死人、少吵架，谁才是真本事。好，3日后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谁来救救我？我现在学校花还来得。今日女宴不过是姐妹间切磋，青瓷女官既得太后和皇上器重，想必礼仪、诗书、女红宫规样样精通。完了，礼仪我能装，宫规能背，诗书能糊弄，女容是真要命，我连扣子都缝不直。第一个女红，请吧。你拿真的样子，是要扎人？不会怎么了？本宫也不会。贵妃娘娘出身将门，自然不必拘泥。可青瓷是女官，连绣花都不会，如何服众？花绣得好，就能管好后宫。不如表演才艺。什么才艺？脱口秀。各位娘娘，各位夫人，奴婢说后宫众人日常，后宫最可怕的不是争宠，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没争。淑妃娘娘说自己不争，只是想证明别人算账都不如她。昭仪娘娘说自己不争，只是想争最后一个毛肚。最后一块毛肚本来就该争，所以奴婢得出个道理。
后宫要安宁，不能闲着。人一闲就想斗，人一忙就只想问今晚还有火锅吗？好，这才有趣。青瓷不会绣花又如何？她让满屋子人笑，这比绣花都难。只是有一事我好奇，女子每月不便之时，青瓷女官又是如何调养自己？来了，这题真不会。我一个男的要怎么回答月事调养？青瓷女官专管后宫要膳，又得贤妃娘娘信任，想必对女子体寒、月事不调这些事很有心得吧？奴婢体质特殊。如何特殊？明珠小姐，青瓷体寒，月事向来不准。此事她曾与我说过，药膳单也是我替她调的。女子私密之事拿到众人面前逼问，未免失了体面。贤妃娘娘，你就是我的救命菩萨。沈明珠，你若真想论本事，就比公务，拿这种私事为难人，算什么本事？明珠小姐若对青瓷身体如此感兴趣，不如先把国舅府药材采买的账解释清楚。毕竟女子调养，最怕药材以次充好。我只是关心青瓷女官，几位娘娘何必如此紧张？多谢明珠小姐关心，只是奴婢身份低微，身体私事不值一提。倒是后宫药材账，牵涉各宫娘娘安康，才是该摆到明面上说的事。采账怎么回事？其中济安药行的参片灵芝以次充好，是国舅府名下产业。淑妃娘娘慎言，此事未查清前，怎能污蔑国舅府？那就查清。奴婢愿与淑妃娘娘、贤妃娘一同合账。若国舅府清白，奴婢亲自赔罪；若国舅府不清白，也请明珠小姐别拦。查。是。她越会躲，越说明柳英没有说谎。下一次我要她当众换凤。后宫这些年吃的药，竟被人这样动手脚，难怪贤妃身子迟迟不见好。若非臣妾也一直以为只是自己体弱。青瓷，此事你有功，奴婢不敢居功。哀家赏罚分明，这个赏你。这簪子怎么这么像大型危险信号？我能不能换成银票？带上。太后娘娘，这赏赐太贵重，奴婢担不起。后宫这些日子，哀家都看在眼里。你不是只会逗趣，你是真让这座宫里少了怨气，多了人气。皇上驾到！皇帝来得正好，哀家觉得青瓷有功，赏他一支凤簪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快说不合适！这东西带上，我怕今晚就被写进宫斗黑名单。太后想得好。皇上，你怎么还点头了？低头。皇上，奴婢可以不低吗？你想让太后起疑？青瓷戴着还挺好看，谢谢。我一点也不像好看。不错，倒有几分凤仪。凤簪，太后竟把凤簪给了他。告诉舅舅，不能再等了。太后赐他凤簪，皇上亲手为他戴上。再这般下去，后位真就要落入来历不明的女官手中。后位不是他想拿就能拿，只要他身份有假，他越受宠，皇上越难收场。国舅爷，明珠小姐，奴婢敢以性命担保，青瓷一定是男人。哼，只凭你的话不够。这是奴婢从他房中偷出来的，他平日从不让人伺候更衣。太医诊脉被皇上拦下，月事一问，他当场答不上来。说她是女子，为何处处遮掩？这东西不像大圣之物。他本来就不像大圣的人。舅舅，既然证据已经够了，为何不立刻揭穿？现在揭穿只是后宫丑闻，皇上可以继续说他是密探。太后和妃嫔为了自保，也会替他圆。要揭，就必须在皇上不得不立后的时候揭。当着百官宗室命妇太后的面，让皇上亲口解释。选后大典，没错，我会让朝臣继续上奏，逼皇上7日内选后。到那时，你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候选，而顾清池只要身份一报，就是欺君乱宫的死罪。我要他跪在我面前，亲口承认自己是个骗子。明珠，记住，你的敌人不只是顾清池，是皇上不愿让沈家掌后宫。顾清池只是他手里最古怪的一颗棋子。那我就先折了这颗棋子。哼，他们急了。皇上，谁急了？想让你死的人。陛下，后位空悬多年，后宫无主，国本不稳。如今太后年事渐高，陛下理应早立皇后，安后宫，定朝纲。臣附议，请陛下早立皇后。臣听闻后宫近日诸事皆由青瓷女官代着，一个女官能暂理琐事，却不能长久代替皇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陛下该给后宫一个真正的主子了。你们立你们的后，千万别看我，我只是路过的长宫令。国舅所言有理。 7日后设选后大典，
世家贵女、宗室命妇、后宫妃嫔皆可观礼。陛下圣旨。皇上，您真要选后？朕今日不是已经说了？那您准备选谁？沈明珠、贵妃、淑妃，还是其他世家女？7日后，你站在朕身侧。皇上您冷静点，选后大典我站您身侧会被人误会的。他们不是已经误会了吗？此事绝不能成真。皇上，您清楚我本是男儿身。朕意在布局，如今该收网了。国舅府已握有你身份的把柄，选后大典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与其让他们暗中捅刀，不如把刀递到他们手里，看他们敢不敢当着朕的面捅出来。皇上，那我呢？朕会护你。皇上，您每次说护我，奴婢都觉得自己要上刑场。那这一次，朕陪你上。沈怀昭，朕等你很久。不对，这不是衣服，是我人生的断头台。青瓷大人，太后娘娘有令，让您先试一试大典礼服。长氏姑姑，这明显是后凤袍的，穿这个不合适吧？奴婢只听吩咐。青瓷女官，太后赏你凤簪，皇上又让你站在大典身侧，试一试礼服，有何不敢？明珠小姐这么关心我穿什么，不如您替我试。我的礼服自有礼部准备，倒是你若连凤袍都不敢试，岂不是辜负太后娘娘厚爱？这不是示意，是逼我露馅。我最近水肿，今天量不准，而且我肩宽，腰也奇怪，穿出来不好看，影响大典形象。青瓷大人骨相英气，若穿凤袍，反倒有别样气度。谢谢，但我不需要这种肯定。青瓷女官莫怕，只是量尺寸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差不多，真量出来，我命也差不多没了。皇上驾到！在试衣。回陛下，太后娘娘让青瓷女官试大典礼服，臣女只是来看看是否合规。合不合规，朕说了算。这件太烦，青瓷不是后妃，不必按后妃礼房制，改成长公令玄红礼袍。皇上英明，您终于正常了一回。但凤魂留下。陛下，凤纹非寻常女官可用，青瓷也非寻常女官。告诉舅舅，皇上已经不是护他，是要把他往后位上推。听说你试凤袍了？没有，差一点，皇上改成长公令礼袍了。凤纹留下了。娘娘，您消息怎么比我本人还快？后宫没有秘密，尤其是和皇后位有关的秘密。青瓷，要不你真当皇后吧？昭仪娘娘，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啊，你当皇后，大家还能打麻将、吃火锅、喝奶茶；沈明珠当皇后，我们以后可能只能喝白水备公归。沈明珠若掌后宫，第一件事就是撤本宫位权，第二件事就是禁了麻将。这种人不配。他背后是国舅府，他坐上后位，后宫账便再也查不下去。因为我身份低，根基浅，还不会绣花。皇后又不是绣娘，根基浅反而不被世家绑住，身份低才知道底下人过得难不难。不会绣花怎么了？本宫也不会。你若当皇后，本宫替你镇人，淑妃替你管账，贤姨替你管药，昭仪替你管吃，你只管做。你们这不是推我上凤位，这是送我上刑场。刑场也分人，若你不上，沈明珠上，我们都没有好日子。我原本只想活命，可如今贵妃、淑妃、贤妃、昭仪，全都因为我有了不同的活法。青瓷，
不是我们逼你，只是这后宫好不容易有了点人气，我们不想再回到从前了。我不想当皇后，但我也不想看你们被沈梦珠欺负。哼，这就够了。青瓷大人，皇上召您入御书房。现在，皇上说有些话想在选后大典前问清楚。皇上，您找我。朕问你一个问题：若有机会回到你原来的世界，你会走吗？想回现代，重新做顾青瓷，而不是每天提心吊胆的青瓷女官。会吧？会吧？我原来是那么想的。刚穿过来时，我天天想着怎么跑，后来又想着至少活到能跑，再后来……后来如何？后来贵妃娘娘不砸东西了，淑妃娘娘开始查账了，贤妃娘娘能吃饭了，昭仪娘娘每天只惦记奶茶和火锅，太后娘娘也会笑了。我好像没那么容易说走就走了。那朕呢？皇上，他们让你舍不得，朕呢？皇上是皇上，大赦没有我，您一样是皇上。可朕这些年从未觉得这皇宫像如今这般有活气。皇上，您选我真的是为了收网国舅府吗？一开始是，你不属于任何世家，不在任何局里，你聪明惜命，却又偏偏心软。你怕死，却敢为了贤妃查药材，为贵妃挡流言，为太后冒险，为后宫改规矩。那现在的人，现在，朕不想让你走。皇上，您这话太危险，容易让人误会。朕说话从不怕人误会。可我不是女子，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朕知道。那皇上还想让我留下？顾青瓷，朕要留下的，从来不是宫女青瓷，是你。这事必须禀报太后。太后娘娘，您找奴婢。青瓷，你究竟是谁？奴婢是御前长宫令青瓷。哼，哀家问的不是这个。你进宫以来，桩桩件件都不像普通宫女。皇帝护你，妃嫔护你，连哀家也不知不觉被你哄得开心。可如今，哀家忽然发现，哀家竟不知道你从何而来。我能说什么？说自己是男人，说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说我原本只是个剧组群演。太后娘娘，奴婢确实有不能说的事，但奴婢从未想害你，也从未想害后宫任何一位娘娘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最开始，奴婢只想活着，后来想让贵妃娘娘别那么难过，想让贤妃娘娘多吃2口饭，想让淑妃娘娘有事可做，想让昭仪娘娘开心一点。再后来，奴婢想让这后宫不再像笼子。太后娘娘，奴婢知道您怀疑我，您可以查我，也可以罚我，但请您别把后宫重新交给国舅府。沈明珠若掌凤印，贵妃娘娘会被夺女位权，淑妃娘娘查不下账，贤妃娘娘的药材还会被人动手脚，昭仪娘娘也再不能随心笑。太后娘娘，这座宫好不容易暖了一点，别让它再冷回去。哀家忽然想起这些日子，贵妃带女卫的操练，贤妃脸上的红润，还有汤泉宫的笑谈，这座后宫竟真的不再日日争宠告状。你可知道，哀家最怕什么？哀家怕皇帝被人骗，也怕哀家自己被你骗。奴婢明白。明日选后大典，哀家会看着。青瓷，你最好不要让哀家失望。奴婢不敢。太后娘娘，还要继续查他吗？查，但不是交给国舅府查，哀家要自。
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怎么选后大典非要我站着御阶台上啊？青瓷今天好像很紧张，谁敢动的，本宫打断谁的手。今天不会直逼礼仪，希望皇上护得住他。陛下，今日选后，按祖制当先呈礼献策问德。按祖制来。后位虚悬，后宫无主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臣女愿以沈家之力，替陛下统视六宫。青瓷长公令，也该呈一份公务册。不是吧？我还要答辩？可别让陛下与太后失望。奴婢没有沈家劝世，只有一本后宫3年的账。沈小姐，你敢看这本账吗？后宫掌印之人，首先要身份清白。你究竟是女官，还是欺君入宫的男子？青瓷女官，你究竟是女官，还是欺君入宫的男子？国舅爷，选后大典上污蔑长公令，你可知道是什么罪？没有证据，便是攀咬御前女官。证据自然也。后娘娘，青瓷入宫无验身记录，太医之诊脉被陛下拦下，女宴上万及女子私事，他也搭不上来，桩桩件件，难道还不够可疑？青瓷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太后娘娘，奴婢还自称奴婢。顾青瓷，你若真是男子，便是欺君乱宫，诬后宫清誉，按律当斩。男子混入后宫，这还得了？若此事属实，后宫纲例何在？宫娥妃嫔都与他亲近过，这太不合规矩了。顾青瓷，你还不认罪？他早就等着这一刻。陛下，若您也是被此人蒙蔽，臣等自然会替陛下诛杀此恋。可若有人明知此人身份，还放任其混入后宫，那便不是顾青瓷一人之罪了。说完了，朕确实早就知道。皇上，您这承认的也太快了吧！陛下既然早知，还放男子入后宫，此事请陛下给天下一个交代。朕今日便给你这个交代。顾青瓷确为男子，也是朕亲自安排入后宫的密探。朕倒要看看谁敢反对。密探，陛下，这借口未免太荒唐。早料到你会抵赖。后宫采买账册、内务府摊墨清单、济安药行以次充好证据，与卫东夷亏空，膳房虚报银两，这些都是顾青瓷替朕查出来的。证据确凿，看你如何狡辩。臣妾可作证，后宫3年药材布料炭火亏空，皆与国舅府名下商行有关。臣妾宫中的养生药确被替换过，若不是青瓷发泄，还在继续服用烈药。女卫东医短缺多年，内务府一问3不知，查到最后，银子也流向。对，膳房的燕窝也有假，这个特别严重。昭仪娘娘，我谢谢你在这么严肃的场合，还坚持维护燕窝的尊严。即便顾青瓷查账有功，也不能改变他男扮女装混入后宫的事实。陛下若要查国舅府，大可派朝臣、派御史、派内侍。哼，何必派一个男子？派朝臣、派御史，朕这些年派的人哪一个没被国舅府挡回来？内务府药行、绸缎庄、膳房采买，全是你沈怀章的人。顾青瓷入宫以来，贵妃不再跋扈，淑妃重查账目，贤妃身体好转，太后心情舒畅。真正把后宫当钱袋子疯狂敛财的人又算什么？
陛下就算说他是密探，也改变不了太后和各宫娘娘被他欺瞒的事实。太后娘娘信任他，贵妃娘娘留他夜谈，娴妃娘娘与他同席，淑妃娘娘日日照他。难道他们的亲密就这样被陛下一句密探抹过去？矛头指向太后了。这孩子竟是男儿身。顾青瓷，哀家只问你一句，你可曾有半点害哀家之心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哀家该信他吗？只要太后降罪，他就死定了。哀家要自己问他。顾青瓷，你真是男子。是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哀家。最开始是为了活命，后来是怕说了会连累太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、淑妃娘娘、娴妃妃娘娘、昭仪娘娘，再后来奴婢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还自称奴婢？你到底从哪里来？从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远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去。那里没有皇宫，没有太后，也没有长宫令。我原本只是个演戏的人，被迫穿上宫女衣服。醒来以后就到了大圣。荒唐！我也觉得荒唐，但我来到这里后，真的没有想害任何人。哀家年纪大了，这些年后宫人人敬着哀家，却无人真陪着哀家。你来了以后，哀家才觉得这宫里有些热闹。如今你告诉哀家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可陪调茶，陪您打麻将，想让您笑一笑，都是真的。太后娘娘若要罚我，我认。但请您别因为我把后宫交给国舅府。沈怀章不是为您选皇后，他是想借皇后位把这座后宫重新沈家的账房。哀家现在很生气，我知道，也很伤心。对不起。可哀家更清楚，你若真想害哀家，哀家早就不知道死在哪碗假药里了。走吧，哀家陪你出去。谁说顾青瓷该死？太后娘娘，此人欺瞒后宫，罪不可赦。欺瞒哀家的人是顾青瓷，袭哀家后宫血的人是你沈怀昌。你觉得哀家该先杀谁？臣妾也要说一句，青瓷若有罪，臣妾也有罪。是侍妾的留他夜谈，是臣妾让他管女卫，可他教臣妾毕，不再把日子困在争宠里。他没害过臣妾，臣妾也愿作证。青瓷查账是为后宫，若没有他，国舅府这张财帛网还会继续吸血。臣妾体弱多年，青瓷救过臣妾，也让臣妾第一次觉得后宫不是只能等死。臣妾也作证，青瓷做饭好吃，人也好。他要真是坏人，就不会把火锅方子公开给大家。原来不是只有我在藏秘密，他们也在护我。各位娘娘只是一时被他迷惑，他毕竟是男子，留在后宫就是祸患。祸患？本宫倒觉得比起他，国舅府更像祸患。国舅爷说我身份不清，我承认。可今日选后，难道不该也问我沈小姐的后位清不清？济安药行、锦绣坊、广福香铺、永安炭行，这4处皆为国舅府控制。3年来，后宫采买虚报27万两，其中8万两流入国舅府私账，5万两流向城外庄子，还有一笔买了兵器。国舅，你逼朕选后，是想安后宫，还是想把沈家私兵送进皇城？舅舅，私兵！闭嘴！拿下国舅府所有账册，封沈家城外庄。谁敢阻拦？以谋逆论，臣领旨。顾青瓷，毁我沈家，我便毁你这条命！陛下，就算臣有罪，顾青瓷也无资格掌后宫。他是男子，你难道真要让一个男人做后宫之主吗？皇上，这个时候只要说我是密探就够了，千万别再发挥了。顾青瓷，
臣在。你入宫以来，查后宫账，救贤妃病，稳贵妃心，安太后神，整内务府，破国舅局。这后宫没有人比你更清楚，也没有人比你更能保住他们。皇上，臣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那便继续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朕要立的不是一个男人，也不是一个女人，朕要立的是能与朕共治后宫、共护大圣的人。完了，皇上还是发挥了，而且发挥得很致命。陛下，祖制从无男子为后。哼，祖制也没说国舅可以吸后宫27万两私养府兵。可这名分，名分是人定的。若旧名分容不下能做事的人，那便改名分。那以后还能吃火锅吗？应该能，亲姑上去比沈明珠上去强。皇上，臣担不起。你担不担得起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朕再选你一次。陛下，你以为拿下我沈家就败？今晚若不信号城外的人便会入宫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封公，沈家反了！国舅爷饲养府兵，这可是谋逆大罪啊！谋逆！我沈家世代辅佐皇室，如今皇上却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迷惑，甚至要改组织乱后宫，我这是清君侧。国舅爷嘴上说清君侧，实际上是怕我查穿沈家的账，毁了你们吸血后宫的路。你闭嘴！若不是你，我沈家怎会走到这一步？这都是被你逼的。国舅爷说笑了，不是我让你贪药财钱、克扣东衣，更不是我让你饲养府兵。你不是被我逼反，你是被自己的贪心逼反。太后，你千万不要被顾青瓷蒙骗了。沈怀章，哀家信任沈家多年，你就是这样报答哀家的？太后娘娘，臣做这些都是为了沈家，也是为了您。只要明珠成后，后宫仍由沈家掌控，您还是最尊贵的太后。可顾青瓷一旦上位，沈家就完了。原来在你眼里，哀家的尊贵是靠你沈家吸后宫的血换来的。禁军封锁4门，传朕旨意，京畿守军入城平叛。沈家府兵若敢踏进皇城半步，格杀勿练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您忘了，禁军采买炭火军械，哪一样没经过沈家的手？您就这么确定禁军里面没有我的人？陛下，不好了，西华门守将反了，他开门放沈家府兵入宫。谁敢进来，本宫先扎死他！这时候还拿奶茶壶有用吗？砸人也算有用。太后娘娘，先入偏殿避一避。青瓷，带太后和后宫众人去慈安宫，那里有暗道。那皇上呢？镇守太极殿。您守您的江山，我守后宫。拿下顾青瓷！国舅有令，活捉者上黄金100两。我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？青瓷，你带太后先走，本宫拦他们。娘娘，您拿金簪拦府兵，是准备给他们修眉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昭玉娘娘，您之前偷偷藏的火锅底料还有吗？就这一包了，原本打算危急时候吃的。现在就是危急时刻。他牺牲的好突然。什么东西？眼睛！我的眼睛！再加胡椒粉，让他们体验一下后宫特色防御系统。你这法子很不雅，能活就行，雅不雅不重要。这时候还能胡闹，也就你了。太后娘娘，这叫战术幽默。暗道在哪儿？转动莲花灯座。
青瓷，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沈家要抓的是我，我若跟着你们走，他们会一直追。我留下引开他们，你们带太后走。不行，你一个人会死的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特别惜命，放心，我不会白白送死。你想逃宫，我本来就不该在这里。若我走了，沈家就少了一个借口，皇上也不用为了一个男扮女装的人被满朝逼着改组织。青瓷，哀家还没说原谅你，你不能就这么走。太后娘娘，青瓷这辈子能遇见你，已经很值了。走。他不是去送死，他是去把追兵引开。顾青瓷在这儿，有本事来抓我！救命！我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像女主过。他在前面，抓住他！你们一群大男人追我一个女装打工人，要不要脸啊？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我警告你们，我很会扎人。拿下！皇上，不是说守后宫，怎么守到死路来了？战术性转移，路线规划出了点小问题。嘴倒还硬。皇上怎么会在这里？来抓朕的人，也是来杀朕的人。皇上，您不是在太极殿守江山吗？江山有人守，你差点没人捞。我若走了，对您其实更好。沈家没了借口，朝臣也不会再拿我的身份逼你。你又替朕做决定。臣是觉得，朕不想要一个正常皇后，朕想要一个能让后宫活起来的人，一个会怕、会躲、会嘴硬，却在危险时第一个把太后和妃嫔推出生路的人。朕说立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挡刀，是因为这座后宫已经先选了你。可我不是女人。朕说过，朕要的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朕要的是顾青瓷。皇上，这种时候说这个真的很影响我逃命效率。那就不逃了，随朕回去收网。陛下，顾青瓷，我知道我舅舅下一步要杀谁。陛下，臣女有罪，臣女愿意作证。国舅府饲养府兵贪墨采买、伪造账册，皆为事实。沈小姐，您刚才还想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，现在突然良心发现，多少有点突兀。我不是良心发现，我是发现我也只是棋子。说清楚。我舅舅原本打算让我当皇子，可今日失败后，他已经准备放弃我。他要杀太后，嫁祸顾青瓷，再以替太后报仇为名，逼沈家府兵彻底控制后宫，杀太后。慈安宫有一名老宫女，是国舅府的人，她会在太后安神汤里下毒，毒药来源会被伪造成青瓷药膳房所出。太后现在在哪儿？安道尽头，离寿延门不远。若他们提前动手，你去哪儿？救太后。一起去。抓住他！这次别让他说是火锅底料的问题。完了，国舅爷已经放出消息，太后遇刺，凶手就是顾青瓷。顾青瓷毒害太后，妖人乱宫，杀了顾青瓷。你们沈家真会玩，刺杀太后，栽赃给我，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入宫，账册没洗白，倒先把自己洗成忠臣了。你一个男扮女装的妖人也配说忠？我男扮女装是真的，但你们贪墨后宫、饲养府兵、毒害太后也是真的。我丢脸，你们丢命。押下去，交给刑部。不，
先留着。哀家要让外面的人亲眼看看是谁要杀哀家。青瓷，扶哀家出去。太后娘娘，外面危险。哀家若不出去，他们就会一直喊你是凶手。你护了哀家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换哀家护你。杀了顾青瓷，妖人乱宫，替太后报仇！太后娘娘没死，哀家活得好好的，倒是有人盼着哀家死。毒在安神汤中，药源出自国舅府建安药行。老宫女收受沈家银两3年，今日下毒后，便有人提前在宫门外散播顾青瓷害太后的流言，时间对得太巧了。沈家府兵入宫，意图谋逆，放下兵器者不杀，不放下的没奶茶喝。沈家谋逆，证据确凿，降者免死，抗者格杀。不可能！我沈家怎么会输给一个男扮女装的宫女？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所有被你当成棋子的。太后娘娘，陛下，老臣一片忠心，是被顾青瓷这个妖人逼到绝路。国舅爷，您这嘴是真硬，都谋反了还能说成被我逼的？我要有这本事，早逼自己退休了。沈怀章，哀家给过沈家体面，可你拿哀家的信任去养私兵，去吸后宫的血，去毒害哀家，你还有脸说忠心？若非陛下要立一个男人掌后宫，老臣何至于此？这是方才要给太后娘娘喝的安神汤，药出济安药行，方子上写的是安神，实则混入断魂草。国舅爷，你管这也叫忠心？太后娘娘，陛下，臣女愿作证。明珠，你敢？是国舅府让柳英偷取顾青瓷私物，是国舅府安排我入宫逼顾青瓷换礼服问女子私事，也是国舅府告诉我，若我不能当皇后，便让我做沈家谋反后的傀儡太后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没有沈家你算什么？从前也以为我是沈家最尊贵的明珠，后来才知道我只是你放进后宫的一枚棋子。赢了，我替沈家做后卫；输了，你就把我推出来顶罪。沈怀章谋逆，证据确凿，押入天牢3司会诊，国舅府上下即刻查封，参与谋逆者一个不赦。顾青书，你一个男人混进后宫，迟早不得好死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有罪。臣女入宫本是为了争后位，也曾故意为难青瓷，想逼她露出破绽，请太后娘娘责罚。你确实有罪，但昨夜若不是你送信，哀家也许真要死在那碗安神汤里。臣女不是为了救人，臣女只是怕自己也被沈家丢出去。怕死不丢人，怕死的时候还能回头，也不算太晚。你不恨我？恨过，尤其是你问岳氏那一刻，我差点想现场晕倒赖你身上。但说到底，你也是被国舅府推上来的。你想当皇后，是因为他们告诉你，只有坐上后位你才值钱。可昨夜你证明了，你不靠后位，也能做一次正确的选择。陛下，臣女愿受责罚。沈家谋逆，你虽参与试探顾青瓷，却在关键时刻倒戈送信，死罪可免，但后宫你不能再留。臣女明白。哀家会派人送你去江南别院，沈家之罪不株连你性命，但你往后再不能借沈家名声作威作福。谢太后娘娘。顾青瓷，若我真当了沈家的皇后，我这一生恐怕再也不是我自己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做自己吧。
你一个男扮女装的人，倒比我活得明白。人在高危环境里，总得悟点人生。这是柳英藏身之处，她没死，她手里还有国舅府最后一份证据。她说，若沈家败了，她就拉你一起死。怎么还有售后？皇上，您确定我要来吗？按照正常流程，这种阴森地方应该让禁军来搜吧。他点名要见你。他点名我就来，那他要点菜呢？怕。柳英现在对我怨气可能比冷宫还重。青瓷，你终于来了。凭什么？我在宫里熬了那么多年，才做到贵妃身边二等侍女。你一来就得贵妃宠、太后宠、皇上护，凭什么你一个男人能站到我做梦都站不到的位置？凭我没割太后屏风绳，没拿人命当筹码，也没为了往上爬把整个后宫拖下水。这是国舅府和内务部最后一份往来账，沈怀章藏得很深，有了他，沈家死得更彻底。你想换什么？我要活，还要离宫，我不想死在这里。交出账册，如实供书，可免死罪。但你谋害太后进士，勾结国舅府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流放也行，只要不死在宫里。顾青瓷，你别得意，就算沈家倒了，朝臣也不会让你安稳。男人做后宫之主，他们会把你当怪物，那也比当坏人强。柳英，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。嫉妒别人被爱，不如先学会别害人。陛下，国舅府谋逆案已审结，沈怀章判囚后问斩，柳英流放3000里。终于结束了。不，该谈你的事了。太后娘娘，您找我。顾青瓷，臣在。哀家想了一夜，你骗了哀家，按理哀家该罚你，可你也救了哀家，救了贤妃，护了贵妃，帮淑妃查清账，给昭仪留了满宫的热闹。哀家若只盯着你的身份不放，太后娘娘便是老糊涂。可规矩守着守着，后宫越来越冷，倒是你这个最不合规矩的人，让这宫里有了人气。太后娘娘说的真好。不许哭，把眼泪滴进奶茶里就咸了。从今日起，顾青瓷仍为长宫令，后宫诸事由他总理。谁再拿他的身份说事，便先问问哀家。太后娘娘，您真的不怪我了？怪，但哀家更舍不得。哀家没有女儿，从前是把你当丫头痛，如今知道你不是丫头，可这份疼也不是假的。顾青瓷，你以后在哀家面前不必再装女子，也不必再跪得那么低。谢太后娘娘。既然太后娘娘都认了，那后宫便安了。谁敢不安？本宫打到他安。那今晚能吃火锅庆祝吗？清汤锅太后也能吃。吃。今晚哀家也要胡一把牌。长宫金印是太后给的，这个是朕给的。皇上，您怎么又来了？皇上，长宫令已经够大了，再拿封印，臣怕明天礼部老大人集体心疼。朕没有说现在封你为后。那就好。只是先让你拿着。皇上，
这叫分妻下人。顾青瓷，沈家已倒，后宫也认了你，如今没人逼你，朕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愿不愿意留下？皇上，我不是不想留下，我只是怕有一天突然回去了，怕我答应了您却做不到。那便在能留下的时候先留下。皇上，我以前在剧组的时候最怕导演临时加戏，结果来了大圣，我的人生全是临时加戏。宫女是临时的，长宫令是临时的，密探是临时的，连凤芝也是临时塞的。那你演得很好。我以前总想演个大角色，没想到真给我一个，我又想跑。现在还想跑吗？青瓷，愣着干什么？下一场皇后戏准备上。皇上，其实我以前特别想走，刚来的时候我天天想，后来事情一件接一件，我就没空想了。现在门真开了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便先不要急着答，明日再说。这就是你说的原来的世界？应该是，我就是从这道门或者差不多的门里来的。所以你现在可以走了。皇上，您真的不拦我？朕想拦，但朕答应过，这一次不拦你。你不是大圣的人，朕不能因为自己舍不得，就把你困在这里。若我离开后，请贵妃娘娘每日操练女卫，不许再砸花瓶。淑妃娘娘，后宫账簿以后就靠您了，不要太累，也别把太监吓晕。贤妃娘娘，药膳方子我都整理好了，您要按时吃饭，奶茶一天最多2杯，火锅底料藏在3个柜子里。太后娘娘，睡前茶少糖，打麻将不要太晚。皇上，皇上怎么办？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，能陪你们走到这里，已经够了吧？顾青瓷，再不回来就开拍了。他在催我，眼神要狠，出刀要快。是。你今日怎么有空来？不是该去御书房被皇上使唤？娘娘，这是麻将进阶规则，什么13毛、清一色、7针套，我都写上了。以后我若不在，你也能继续玩。什么叫你不在？臣是说万一皇上派我出差呢？你是不是有事瞒本宫？娘娘以后少发火，您拿鞭子时很威风，但笑起来更好看。这话怎么像告别？娘娘，内务府以后若再写惯例损耗，您就让他们逐项报苗协，别心软。你今日很奇怪。我哪日不奇怪？娘娘，你以后要好好吃饭，别总说没胃口。人只要还能吃热饭，就不算太糟。青瓷，你要去哪儿？这是给我的。对，但是记住，一天最多2杯，再多贤妃娘娘会骂我。青瓷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怎么会？我就是提前写点工作交接。
顾青瓷，你是不是要走？哀家才刚认下你，你就要走？太后娘娘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留下。皇帝知道吗？去御书房，告诉皇帝，顾青瓷要跑。陛下，太后娘娘派人来传话，说青瓷大人像是在交代后事。他在哪儿？回陛下，刚从慈安宫出来，似乎回自己住处了。皇上，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叫你，叫陛下太远，叫萧景恒又太放肆。可我想走之前放肆一次。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，没什么大志向，被迫穿女装，被误认宫女，被你抓住秘密，我每天都怕死，也每天都想跑。可你们对我太好了，好到我这个外来的人也开始舍不得。如果我回去了，后宫就拜托您了。别让贵妃再被困在等宠里，别让淑妃被闲置，别让贤妃再吃假药，别让昭仪没饭吃，也别让太后一个人冷清太久。我不是不想留下，我是怕答应了你，却突然消失。皇上，你不告而别，我怕当面说，我就走不了了。那你现在走得了吗？最后一遍，马上开拍。萧景恒，如果我还能回来，那就回来。好。朕等你。顾青瓷，你发什么呆？啊！下一场皇后戏，你站皇上旁边，听见没有？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白，不就是演个宫女吗？至于入戏这么深？不是梦。什么不是梦？现在是哪一年？我刚才消失了多久？你没消失啊！你刚刚就是在宫门前愣了3秒，导演都快骂人了。大秤过了那么久，现在只过了3秒。赶紧准备，这场改了，你演皇后身边的掌印女官，记住，你要站在皇上身侧接凤印。掌印女官，凤印。你这么惊讶干什么？编剧刚改的，说这样更有戏剧长度。别紧张，等下我递凤印给你，你接住就行。假的，全是假的。这里有灯光，有剧本，有演员，可没有太后，没有贵妃，没有淑妃，没有贤妃，没有昭仪，也没有那个说朕等你的萧景恒。开拍！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朕的长宫令。咔！顾青瓷，你怎么回事？一个道具都接不住。朕不拦你，若能回来，那就回来。女装穿越后，皇上非要立我为后。我都已经把路铺好了，你们凭什么又把他们拖回去？明天不用来了，你角色删了。编剧说这个人物太离谱，影响主线。原来我在这里，也只是个能被删掉的小配角。可在大圣，他们记得我，有人等我，也有人因为我才敢活得不一样。我不是想当皇后，我是不能看着他们再死一次。谁敢动青瓷，本宫打断谁的手！后宫没有秘密，尤其是和你有关的秘密。青瓷，你让这座宫里有了人气。你回来还给我做奶茶吗？哀家才刚认下你。萧景恒，这次是我自己回来，你可别不等我。我回来了！来人啊！凤仪宫里
完了，回来第一天又是女装开局。青瓷大人，真的是青瓷大人！顾青瓷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本宫麻将都学会13赢了，你人没了。你知道本宫胡牌那天没人夸有多难受吗？娘娘，您这重点还是这么独特。回来了就好。内务府这3个月又想写惯例损耗，我骂了他们7次，第8次留给你。青瓷，你瘦了。你是不是回家吃不好？我给你留了3个月火锅底料，虽然我偷吃了一点，但真的只有一点。我以为你们会怪我，哼，当然怪，但怪归怪，你回来，本宫就先不打你。皇上，你回来了。我答应过，能回来就回来。回来就好，哀家还以为你这没良心的真不要我们了。太后娘娘，我回来了，这次不跑了。不跑就好，明日大典照旧。什么大典？皇上3个月不肯立后，太后娘娘说再等1夜，说你还不回来，就把凤印锁进库房。所以你回来的更好。大婚前夜。大婚？顾青瓷，明日你自己决定，是再走一次，还是当着满朝留下来？这成何体统？他竟真以男子身份入殿，陛下若今日还要给他凤印，便是该阻止啊！诸位大人不必猜了，臣顾青瓷确为男儿身。臣因阴差阳错入宫，曾隐瞒身份，这是事实。若按欺瞒之罪论处，臣愿领罚。但臣也想把另一件事说清楚。臣入宫以来，查内务府贪墨，破国舅府谋逆，救太后护妃嫔，整公务。臣做这些事时，不靠自己是男是女，靠的是账册、证据、人心和一条想让大家活得好一点的命。顾青瓷，你有功不假，可功劳不能抹去礼法。后宫之主历来为皇后，皇后必须为女子，这是祖制。祖制能管女卫东医吗？不能，青瓷管了。祖制能查出国舅府27万两贪墨吗？不能，青瓷查了。祖制能让我重新吃下饭吗？不能，青瓷做到。祖制能让奶茶好喝吗？不能。哀家也说一句，顾青瓷骗过哀家，可他也救过哀家。若不是他，这后宫如今还在沈家手里。诸位若觉得他不配掌宫，那便请诸位再找一个比他更能护后宫的人出来。顾青瓷，你今日主动公开身份，是不想再靠谎言活着？是。那朕也给你一个不用说谎的位置。传旨，自今日起，大圣后宫另设新位摄后。陛下，摄后，祖制从无此位。所以今日开始有。后宫有皇后，怎能另设摄后？此举会动摇六宫礼法。皇后之位依旧可空悬，摄后不以婚嫁论，不以男女论。掌凤印，摄六宫，理内廷，协皇帝安后宫。有功则任，无功则废。可他毕竟是男子。他是男子，也是查出国舅贪墨的人，是护主太后的人，是让后宫从争斗里喘过气的人。朕问诸位，若顾青瓷是女子，你们是否还要反对？哼，你们反对的不是她无能，是她不符合你们脑子里的样子。可朕用人不看结果。皇上，这样会被骂的。朕被骂的少吗？臣也会被骂。那你怕吗？怕，但回来之前，我已经怕过一次了。比起看着他们一个个重回笼子，被骂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诸位大人，臣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皇后，
也不想装成女子坐上凤位。射后之位若立，臣只有一句话：后宫账册要清，宫人命要护，妃嫔心气不能被困死。太后夜里不能再一个人冷清，谁想借后宫敛财夺权害人，不管他姓沈、姓李、姓王，臣都查。哀家准了。后宫准了，后宫准了，请射后掌凤印。顾青瓷，结印。我叫顾青瓷，确实是男的，也确实曾经穿着宫女衣服混进后宫。这事儿听着离谱，我自己也觉得离谱。但我不是皇上的女人，不是后宫的笑话，更不是谁拿来攻击皇上的把柄。我是太后任下的长宫人，是贵妃、淑妃、贤妃、昭仪一起护出来的人，也是这座后宫自己选出来的掌印人。说的还行，账册比话更重要，记得明日上宫。那今晚还能庆祝吃火锅吗？可以，清汤锅。这才像样。朕说过，朕要的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朕要的是你。皇上，这种话私下说，满朝都听着呢。哼，那便让他们听。青瓷，哀家这把是不是糊了？太后娘娘，您这是诈糊。哀家诈糊也不能算。规矩面前，太后也要讲道理。好，本宫就喜欢你这不怕死的样子。后悔回来吗？不后悔，现在很好。可那里没有你们。以后若门再开呢？那我回去看看，然后再回来。毕竟这边还有一堆账没查，火锅店没开，奶茶配方没升级，太后麻将还没学会不炸糊，还有朕。对，还有你。他本因一场女装戏误入后宫，从小宫女到长宫令，再到射后，他没有成为谁的附属，也没有被身份困死。他用一堆离谱办法，把冷冰冰的后宫变成了有人气的地方。